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在糖友圈里，总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升糖说法，少吃点面条了，血糖升得快，还天天喝粥呢。网上都说了，糖尿病人不能喝粥，按我说还是无糖食品靠谱。我现在都让我儿子在网上买，关于升糖食物的说法众说纷纭，究竟哪个靠谱？让很多糖友犯了困难，我要相信哪一个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糖尿病对我们身体会产生哪些危害。一、糖尿病带来的危害。糖尿病带来的第一大危害，就是影响患者的视力，导致眼疾病出现的几率大大上升。仔细观察自己身边患有严重糖尿病的朋友，你会发现他们的视力都不是很好。这是因为长时间高血糖导致血管硬化，血液粘稠度上升，使得眼球底部的毛细血管被堵塞，就会导致视力下降，甚至出现眼底疾病。眼底疾病治疗起来是很复杂的，糖尿病的并发症中，视力下降带来的危害很大。糖尿病带来的第二大危害，就是出现糖尿病足。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都离不开我们的血管质量和血液质量。由于高血糖长时间出现在患者身上，就会使得下肢的血管硬化，出现堵塞的几率大大加深。较严重的情况下，下肢的皮肤会出现溃烂，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截肢的局面。可怕的不是糖尿病，而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，会将身体各个器官一一击垮。糖尿病带来的第三大危害，就是使患者患其他2种疾病的风险上升。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这3种疾病有很强的关联性，因为它们都是共同作用于人体的血管质量和血液质量。如果血糖长时间不下降，诱发这2种疾病的几率也会加大许多。不要小看这3种疾病，它们所带来的并发症很严重。三高有着很强的关联性。糖尿病带来的第4大危害，就是击垮肾功能。糖尿病、肾病又被称作糖尿病，它是糖尿病众多并发症中最严重的一种，但也是隐藏性最好的一种。早期的糖尿病肾病是没有任何征兆的，患者在进行血检检查时，尿蛋白这一栏通常是正常的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糖尿病患者不重视的情况下，肾脏疾病就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想要逆转这种局面，就应该做更细微的身体检查，及时发现身体的破绽。治疗疾病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谨遵医嘱，多测量血糖，多进行身体检查，是能够帮助我们稳定病情的。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疾病，只要拿出100%的信心，才能够与疾病抗争到底。2、日常生活中哪些食物升糖指数高？对于大多数糖尿病患者来说，使用任何食物都会在意其升糖指数，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糖友的身体健康情况。而食物升糖指数一般是指衡量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对血糖浓度的影响。简单来说，食物升糖指数越高，人体血糖受到的影响就越大。血糖生成指数在55到70之间就已经偏高，大于70就算很高。下面列举了一些升糖指数高的食物，血糖偏高的人可要注意了。1、米饭馒头，不管是南方或北方，米饭馒头都是许多家庭饮食上必会吃的主食。尤其是米饭，一般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合理吃这些主食，对身体不会产生健康问题。但对于血糖偏高或患有糖尿病的人，就得尽量少吃了。
这主要是因为米饭或馒头升糖指数为80，且含有大量淀粉以及碳水化合物，当摄入过量时极容易使血糖升高。2. 白粥，白粥更是人们日常接触最多的美食，几乎每天在餐桌上都能看到，而白粥大多被当作早餐来使用。对于糖友来说，白粥是最好不要碰的食物，因为其属于升糖指数高的食物。我们都知道主食属于碳水化合物，长期摄入过多的主食必然会造成血糖升高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常吃的这几种蔬菜也是升糖王，多吃一口就会让你血糖飙升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要觉得奇怪了，如果是甜水果是可以理解的，但蔬菜不是低脂、低糖和低热量的食物吗？餐桌上的这些常见菜竟然是升糖王，血糖高的朋友一口都别碰。1. 南瓜，南瓜作为一种保健食品，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，甚至有人说南瓜可以降低血糖，但其实糖友们过量吃南瓜，血糖可能不降反升，因为南瓜的血糖生成指数高达75，超过大多数水果和蔬菜，对餐后血糖峰值影响比较大。2. 胡萝卜，有些朋友可能有些疑问，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，它们可以加强肠道蠕动，对身体有很多好处。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胡萝卜？这是因为胡萝卜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，使其升糖指数高达71。那许多蔬菜来说，胡萝卜确实是属于高升糖指数食品。对于血糖控制不稳定的糖友，虽然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可以保护血管和缓解生理疲劳，但不建议一次摄入大量胡萝卜素，并在进食时控制其含量。3. 土豆，土豆是个可以当主食的蔬菜，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非常高，升血糖效果比较明显。本身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不建议过多食用土豆，在吃土豆的情况下，要适量减少主食的摄入，尽量吃烹饪方式清淡的土豆，油炸的土豆则不要吃。4. 芋头，芋头的主要成分是淀粉，且其含糖量和升糖指数较高，食用后会让血糖明显升高。不过如果是血糖控制不错的朋友，可以吃适量芋头，但应减少相应主食的量，吃100克芋头减少25克主食，以保证血糖平稳。4. 莲藕，莲藕外形长长的，吃起来十分清脆，大多数人都认为莲藕绝非升糖指数高的食物，殊不知它就是属于升糖指数高的食物。其属于根茎类蔬菜，由于富含碳水化合物和淀粉，以至于升糖快，因此血糖偏高的人不宜经常食用。3. 这些天然胰岛素快收场。1. 玉米须茶，取15克鲜玉米须洗净，放入杯中，再加入3克绿茶，以沸水冲泡，盖上盖子，焖10到15分钟即可饮用。玉米须茶有利尿消肿、抵御消渴的作用，《黄帝内经》对改善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等不适症状有不错的效果。2. 苦瓜茶，将10到20克干苦瓜片与4克绿茶混合，加入沸水冲泡，盖上杯盖焖30分钟，代茶饮用即可。功效：苦瓜中含有苦瓜带，现代医学证明苦瓜带当中有明显的降糖作用。此外，苦瓜里还富含多种维生素、氨基酸、果胶等营养成分，还有助于减肥。苦瓜茶对轻型糖尿病患者来说，简直就是降糖神器，适合糖友们经常食用。3. 大蒜水，大蒜水中蒜氨酸和蒜酶二者接触后产生蒜素，具有杀菌效力。大蒜中所含生物碱具有降血糖成分，增加胰岛素的功能。4. 苦荞茶，荞麦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，
蛋白质和膳食纤维，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，有降低血脂、软化血管的作用，是糖尿病人的理想食材。荞麦茶中含有的芦丁素具有维持毛细血管通透性的作用，适用于防治高血压、高血脂和高血糖等。大家可以试试以上这些方法，在饮食上控制血糖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